奥林匹克标准泳池，巨大的国际象棋，36楼室内天空泳池，开阔的电梯厅，私人电梯专梯到户，全装修房，所见即所得。海景房，简洁高品质的卫浴，标准配置的卫洗力马桶。今天一起来看房吧。最近段日子满冰岛跑，做了3期外国人最佳居住区域推荐的系列视频。因为看到了冰岛上很多美丽的公寓，有的依山，有的傍海，各有各的风情，一时间种草无数美宅。然后也有看到朋友们在频道里留言，说是能不能多拍一些公寓的视频，最好能进去公寓内部拍一拍，这样可以多了解一些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点一点走进它们，把喜欢的美宅一间一间开箱看看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篇开箱日记，走，一起去看 City of Dreams。 这个小区离我们不远，只相隔了1.7公里，开车5分钟就能到，因此也想借此机会实地考察一下，看看1年后租约期满的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搬来这里呢？看到这个 logo， 转进一条小路，再转个弯就到了。这里是一个酒店式服务公寓，分 A 栋和 B 栋，靠近海的是 A 栋一令，靠近格尔尼的是 B 栋 Chloe。 这里是一个类似于酒店大堂的 lobby 区域，除了警卫室还有一个前台，下沉式的沙发座椅，耳边是缓缓的水流声。虽然 lobby 很大，却没有什么人，感觉坐在这里等人的话应该不太会心浮气躁。从 ground 到5楼有6个楼面的停车位，车库看着宽敞整齐，也备了充电桩。而其实这里的住户也就只有500多家，感觉车位真的很充足。ground 这里的电梯只能去到6楼的设施层，这里也是通过刷卡进出，自己只能刷卡去自己住的楼层以及公共区域的设施楼层。电梯出来就能看到楼层内设施的分布图，左边去 B 栋 Chloe， 右边去 A 栋一令。公共区域还是挺开阔的，这些细细的榕树换个角度看好美。路过6楼的无边泳池，这个泳池的形状一点不花哨，看着好专业。介绍说是奥林匹克标准尺寸的泳池，旁边还有一个按摩泳池。真的很佩服日中心游泳的人，我怕晒，赶紧逃到有空调的地方。这里是 B 栋的电梯厅，能看到外面就是刚刚的无边泳池。这个电梯厅还是挺大的，等于也是一个 lobby。推开电梯旁咖啡色门，可以去往公共设施，不过我们还是先去看房。今天看的是 B 栋的样板房，面积1097方尺，和我们现在住的1047方尺差不多大小。电梯出来发现只有1户人家，有点惊讶，也有点惊喜。电梯的另一边，推开门出去是整层楼面的住户通往消防楼梯的通道。再朝这边看一下，大致能明白这个楼的结构了。每层楼面10户人家，而每栋楼配备了10部电梯，所以可以说是私人电梯专梯到户了。 A 栋也是一样的结构。这个角度看出去的风景还是蛮不错的。再看回来，原来电梯对面的一扇门里还藏了一个专用的垃圾桶。7楼到35楼是住宅，我们看的这一间在33楼。这个门锁有点酒店的感觉。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储藏室，
房间所有的门都是做到顶的，感觉特别高。问了一下，确实层高有3.6米，就算房间做了顶，也有3.2米。开发商提供的是酒店式公寓，属于拎包入住型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所见即所得。这里房间里有什么，之后入住时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。储藏室里除了一些清理收纳小件，提供了3星的洗衣烘干一体机。开放式厨房，冰箱、烤箱、微波炉、电饭煲、榨汁机、烤面包机、厨具、锅具、切菜板，样样有。原来在上海使用的是天然气，在大马5年已经喜欢上了电磁灶，现在用的是2个灶头的，这里是4驱的，和我在吉隆坡时用的一样，挺好。餐厅，碗碟、筷子、调羹、茶具、高脚杯、调味瓶件件配齐，全套餐桌竟然还是带转盘的圆台面。客厅，电视机、电视柜、茶几、沙发、靠垫。旁边的餐边柜打开了，原来还可以做酒柜。不知道是不是物件配得过于齐备了，给我的感觉是满满当当，有点挤。品质倒都还不错，空调是大金的，大家电都是3星的，小家电是飞利浦的。透过客厅的落地窗，能看到近在咫尺的格尔尼商圈。面前的这片空地属于已经动工的槟城州政府的公共市政项目格尔尼 Wharf 的一部分。这个项目是按照新加坡海湾建设标准设计的，政府网站上搜到的规划图可以参考一下。左上角的位置是 City of Dreams， 紧贴着的是在建公园空地，也就是面前的沙地。按照政府的规划，到项目建成可以从这里穿过公园，只要10分钟就可以直接走去格尔尼。大家还记得我的区域推荐吗？等到项目建成，等于说是这个小区就既属于外国人集中的丹戎槟榔社区，又属于医疗商业集中的格尔尼滨海社区了。而格尔尼滨海社区的屋子大多有些年份，或是房型比较大，像这样的标准房型的选择并不多。而 City of Dreams 应该也属于近5年来这2块区域最新的屋子了吧。这是搜罗到最靠近格尔尼的项目1期的现况图，已经完工了，应该不久就能对公众开放了。再看回屋子现况，我们来看看主卧吧。主卧也是落地窗，直接看海景。床上印了 COD logo 的白色毛巾和衣橱内悬挂的浴袍，莫名有种酒店的感觉。主卧的卫生间是双开门，简洁的设计却感觉品质不错。细节小件也有考虑到。最惊喜的是，竟然在这里看到了卫洗力马桶，这在马来西亚是很少见的，在这里是标配。比较遗憾的是，这样的海景房缺少了一个大大的阳台，只有在贴着主卧的一间卧室有一个很小的阳台，大概只能放一把躺椅吧。虽然有烘干机可以烘干衣物，不过还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放晾衣架的位置，在靠近走廊的这间卧室里有一个小小的阳台。这是另一间卫生间，也是备齐了包括肥皂盒、纸巾盒、地垫之类的所有小件。房间里还安装了可视电话，不仅能看到房门外的画面，还可以看到 A 栋 B 栋的 lobby 或是警卫室内的画面，可以与访客和警卫室通话。离开33楼的样板间，这里是36楼的设施区，里面也有很多美丽的植物。除了乒乓台和一些随处可见的沙发，这里有个室内泳池。泳池在马来西亚小区是标准配置，但都是户外的，像这样的室内泳池并不多见。A 栋那边也有一个。这个小区的公共休息区真的超级多，
总能看到散落在各处的沙发座都很安静，感觉都是可以带姐妹俩来做功课的好地方。关键是所有的公共区域都覆盖了 COD 的 WiFi， 这点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因为这不是每个小区都有的。其实来看这个小区之前，就听到不少朋友介绍，说是 COD 的设施超级多，但我个人觉得挑房子关键还是看房子的本身，设施再好也只能是锦上添花，我应该不会为了设施而选房子。但来也来了，还是再去6楼的设施区感受一下吧。这里的设施简单来说分2大类，免费的和付费的。免费的包括泳池、健身房、瑜伽房、桑拿室、按摩椅、麻将桌、图书馆、儿童游乐场、多功能室外球场等等。付费的包括私人影院、桌球、电脑游戏室、烹饪俱乐部、家庭卡拉 OK、电子音乐录音室、经典音乐练习室、高尔夫、保龄球、美发沙龙等等。对于不太喜欢出去逛的人，倒是可以整天待在小区里了。总算要给今天的探房日记画上句号了。最终10几分钟的成片，其实现场拍了3个多小时，真的很感恩我们的中介朋友全程的耐心陪伴，没有他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近距离看得这么仔细。也感谢孩子们的爸爸对我爱好的支持，帮助我拍摄了现场超过200条视频片段。最后就在6楼的咖啡结束今天的行程吧，希望这期视频会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，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，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。